夏天南方大多地方的气温能上升到35度，没有空调简直受不了。人尚且如此，家里养的多肉也不例外。虽然说多肉大多耐晒耐高温，但是由于盆栽的限制，其耐晒耐热能力并没有那么好。露养的情况下，室外的气温会更高，紫外线也非常强，一些耐晒耐热较差的多肉很容易会被晒伤。因此，需要适当遮阴来降低光照强度，使多肉安然度夏。给多肉遮阴，很多花友会用到遮阳网，但是使用的过程中，有的花友因为选择不当，多肉要么出现徒长，要么被晒伤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其实我们在选择遮阳网时，也有不少事项需要注意，不能乱用。接下来花花就来分享自己的遮阳经验。1. 什么是遮阳网？遮阳网又称遮光网，是一种最新型的农、渔、木业、防风、盖土等专用的保护覆盖材料。覆盖遮阳网主要作用是防烈日的照射、防暴雨的冲击、高温的危害、病虫害的传播，尤其是对阻止虫害迁移起到很好的作用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遮阳网不仅能遮阳，还能降温，是夏季多肉露养的最好保护伞。2. 选择合适的遮阳网。市面上的遮阳网颜色品类挺多，什么黑色的、银色、蓝色的等等，相比之下黑色效果要好些。型号也有所不同。遮阳网一般是1-6针，不过现在市面比较多的是3针和6针的遮阳网。其实针数很好理解，就是6针最密，因为它织的针比较多，反之1针的比较稀疏。3针的密度遮阳率大概55%至60%，4针的密度遮阳率在70%至75%，6针的密度遮阳率大概85%至90%。在选择遮阳网针数时，不少的花友会犯愁，到底选几针合适？具体要选择几针的遮阳网，这个要看你所处的地域环境。地域环境不同，光照和温度的情况差异很大。像广东、广西、海南等地区纬度较低，夏天温度就很高，很容易就超过35度，而且露养在阳台或者屋顶等地方，照晒时间长了，局部气温会更高，往往会达到40度以上，同时紫外线的指数也很高。这种情况下，为了达到较好的防晒遮阳效果，就需要选择6针的遮阳网。当然，如果没有6针，也可以2层3针来代替，遮阳效果也不错。如果你所在的地区温度和紫外线指数不是太高，通常选择3针或者4针遮阳网就足够了。太密的话，光照不足，多肉会出现徒长。如果是露养，光照时间在8小时左右的，建议使用3针遮阳网。若是光照时间超过10小时的，可以考虑使用4针的遮阳网比较好。这里要说一下，关于什么时候用遮阴，也就相当于什么时候用遮阳网，前面一期的影片已经介绍过了，这里就不做详细说明，感兴趣的可以去看前面的影片。另外，大家在挑选遮阳网时，不要一味贪图便宜，除了选择材质安全，还不要有刺鼻气味。同时，为了安装方便以及延长其使用寿命，可尽量选择带包边，已经打孔安装了金属扣的，安装起来更简单平整。除了这些因素外，花花整理了4个选择遮阳网的方法。1是网面平整、光滑，扁丝与缝隙平行、整齐、均匀，经纬清晰明快。2是光洁度好，有质量感，深沉的黑亮，而不是浮表光亮的感觉。3是柔韧适中，有弹性，无生硬感，不粗糙，有平整的空间厚质感。4是无异味、臭味，有的只是塑料淡淡的焦糊味，属于正常情况。3遮阳网你是否用对了？遮阳网选对了还不行，还要会用，不是随随便便在多肉上面一盖就可以了。因为遮阳网拉上后会形成封闭空间，对空气流通有较大的阻碍，特别是4面都密闭的情况下，通风会大受影响。因此，尽量把遮阳网拉高一点，这样里面空间较大，空气流动会更好。还有就是11点以后到下午3、4点的太阳光最猛烈，所以在拉之前要选好角度和方向。一定注意安置好后，要使得肉左右两侧不要封起来，保持通风良好。合理使用遮阳网，局部的温度至少可以下降3度以上，并且减弱紫外线，能够很好的保护多肉，减少晒伤、黑腐等情况发生。
另外，肉肉搭上遮阳网后，颜色褪去是正常的，大家不要太在意这些，毕竟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嘛。4. 遮阳网的错误视力。第一，遮阳网拉得比较低，建议大家在使用遮阳网的时候，尽量拉高点，这样透过来的光线更加均匀，也让多肉晒得更舒服。第二，遮阳网把四周也给挡住了，夏季多肉不能暴晒，但是也不能缺光，所以在多肉的头顶拉上遮阳网就行了，其他时间的光线可以从周围照射多肉，也可以帮助多肉通风。第三，上面覆盖塑料膜，经过暴晒会起到升温作用，而且对通风有一定的影响。如果是想增加遮光率，可以使用针数高的网子；如果是想遮雨，那么阴雨天可以不用给多肉遮阳，直接用遮雨的工具就行了。遮阳网上面放塑料膜的行为一定要避免。夏季一定要正确的给多肉遮阳，才可以保证多肉不被晒伤。因此，当我们安装遮阳网的时候，一定要保持通风，不能把多肉全部给捂住。虽然花花知道每个人的养护环境都不一样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安装的时候都要切记保持通风。重要的话说3遍。总结，遮阳网在温度高的时候可以遮阳，雨天又可防雨，可以说是多肉度夏的万能小外套了。度夏对于多肉来说是在1道坎儿，但在我们掌握好遮阳网的使用后，度夏就不再那么可怕了。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你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给更多人看到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。下期见。